这个后面这个房子就是应该是我们家我记事以来的第2个家，然后是我上小学时候的家。那个房子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屯子里面呢，一共有5个家，5个不同的房子，但是有1个、2个、3个，有3个房子都是租来的，借住别人家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是我们拥有的房子的第2个家。后来呢，我爸就把这个房子变卖了就做了一些投资，买了一些地，然后这个房子后来就投资失败，然后我们这房子就再也没有买回来，直到2023年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家就是那个新盖的一个房子。所以差不多有从我小学一直到上大学，这有多少年了？有10几年，我们都是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面。好像是里边那个房子应该我记得是我记事以来我们家买的第1个房子，就是我爸妈自己独立成家以后我买第1个房子。但是我在那个房子的记忆已经不是很多了，都是小学以前的记忆了。那个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？那个房子有人住啊，就是卖给别人家住了。哦，OK， 那你说你在里面住了有多久啊？也就住了几年吧，应该几年吧，4、5年的时间应该是。OK， 那当初为什么要卖掉啊？当初是因为换了一个更好的房子嘛，就刚才最开始看的那个第2个房子。这个房子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家住过的第4个房子，是我们家当然不是这个新房子了，是从前的一个老在这个位置的一个非常旧的老房子，我们家在这儿借住。住了多长时间？大概借住的第2个房子，在这边住了有很短的时间，可能也就2、3年的时间吧。是你多大的时候？也是那年上小学的时候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家住过的第1、2、3、4、5第5个房子，也是我们家住过时间最长的一个房子，也是我从小学到初中上高中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。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下午一个仓库的位置，它的主房子应该是在里面的一个，看那个青色的砖，那就是主房子的位置，都已经倒塌了。我在这儿住了非常长的时间，也是在记忆最多的一个地方吧，应该是。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？应该就是从小学、初中一直到高中，基本都住在这里面。然后那个我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，第6个房子是在2003年的时候，是我上大学以后才开始盖的。所以基本我小时候的上学时候的记忆都在这个房子里面。这房子是自然倒塌的还是推倒的？自然倒塌的。后来我们搬走了以后就没人住了也是我们借住的一个房子，不是我们家的房子。我们搬走了以后就没有人住了。然后我爷爷也在这儿借住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就没人住了，然后也没有人维护，他自己就自然就倒了。你说借住是什么意思？借住是别人家的房子，相当于我们住在这里，但是免费住的，也帮他们看房子，但不用付房租。那为什么你能有免费的房子可以住，是怎么回事？比如他们搬走了，但房子又不想卖，然后呢，那其实房子就是门窗都关起来，其实对房子最不好的。我们住在里面，可以帮他开窗透气，其实可以更好的维护这个房子。那所以对他们来有一点好处，而且农村来讲，你付房租也付不了多少钱，所以就免费的借住了，就相当于。那他能免费的借住这么多年的时间，那些家主他们干啥去了？他们就搬到其他的村子里边去了，或者说进城打工去了呀，他们就暂时就不需要了。那现在这房子都塌了，那后来怎么着了呢？所以就我们不借住了以后，就没有其他人住在里面，然后房子又没人维护，慢慢就倒塌了呀。OK。还可以拍一下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往这边走呢，就是再往里面走就能走到我们的第三个家，然后也是我们家的那个地，我们家分的那片土地。稻田地所在的位置，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，可以。OK。这就是我们
对，这个房子，这就是我的第4个家，然后那个都倒掉了，很多很多回忆啊。然后后面是院子，种了好多的，当初也种了很多的菜呀、什么的。我想好像还能找到一些从前的这个房子的一些照片，回头可以再找一下。OK。现在这个房子还是原来那个房主的，然后就其他人就也不算借住了，就是种着他们这块园子，种一些庄稼。这个地方有一棵柳树，原来的时候有一个超级大的一棵柳树，因为这个是地方通到我们住的第4个房子嘛，所以我们也就经常来回走的时候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。那现在也不大呀，现在好像被砍掉了，估计就是剩的那个树墩，然后可能又发出来一些枝条。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柳树。OK， 往这边走呢，就是走到我们的第3个家，也是借住的第1个家。我感觉这一路走来呀，我感觉很快就走遍了整个这个屯子。但我记得小时候还是非常感觉很大。小时候觉得这个屯子很大。但是现在走起来还觉得好小啊，很快就走遍了，就走完了。可能也是因为长大了的缘故吧。见多识广呢，你大的地方见得多了去了。对，而且我很早就出来上大学了。我觉得在村子里面，那个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小时候的记忆，都是一个孩子的视角，一个孩子的眼睛、身体去体验。现在就变成一个大人了，所以的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。应该就是这个位置，是我们家借住的第1个房子，也是我们家在这个屯子里面的第3个房子。这只是一个茅草房，2间房，是一个茅草房。然后那个墙啊都是土做的，然后上面是茅草。在这边住了很短的时间，可能也就1年左右的时间。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房子太小了，太艰苦了，然后那边就又要有一个房子空出来，我们就借住到另外那个房子，就是就刚才那个残垣断壁的那个地方。没有，是第4个房子，就那个房子特别好，但是在原来的那个，它是新房子，是在那个位置的旧房子，我们借住的那个。断壁残垣的是第5个房子。OK， 你这房子太多了，我都记不住。这是第3个房子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有个养鱼池，当初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养鱼池，就是对，还是现在的养鱼池还在。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养鱼池里面，游泳，有的时候在这儿游泳，然后还记得在这里面去抓一些青蛙呀什么的。这一片地呢，就是我们家的地，我们家分的这一片田地。我们家在这儿应该也种了几十年的时间。后来因为我父母年纪大了，就租给我的表哥来种了，我们现在就不种了。所以当初在这边种玉米，种水稻，现在这边也种了玉米，这边种的水稻。后来现在好像分出来了，这边就不属于我们了。然后就这一片还是属于我们家，这一片地是属于我们家的，但是是租给我那个表哥在种。这一片地全是稻田，你看现在可以给个近景，这个水稻。所以这片地种的都是水稻，现在水稻已经开始所谓的出穗扬花了，就开始那个种子慢慢就会变大了。你看这一大片的稻子，所谓的稻花香。稻花香里说丰年啊。这个房子呢，是我叔叔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，然后我爷爷奶奶也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，所以在这个房子里面也是还有挺多回忆的。现在是我叔叔去世以后呢，这个房子现在就属于我们家了，但是也就2间小房，也没有人住。然后呢，我父母年纪也大了，现在这2年他们也这个小片园子他们也不住了，就给我的姑姑在种。所以你可以给个近景这里，所以这是水稻嘛，
水到这里面就都是水，下面就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层水，要不然的干的话，水稻就长不好了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水井，它是一个水井，现在它就是用电的了，直接插电就可以，打开开关，这个水就可以出来了。但之前是用那种柴油机，用柴油机来带动它，提供动力然后取水的。这是一个水泵，然后那边有一些沟渠，这个水抽出来以后，通过这些沟渠，然后就分到不同的那个，这田地里分成一块一块的，我们叫不同的池子，就走到不同的池子里面。然后小时候经常会在这个地里面干活啊，插秧啊，拔草啊，割稻子啊，当初也干了好多农活，也还是非常辛苦的。所以现在再让我干这种农活啊，我肯定是干不动了已经。那你此时此刻站在这有什么心情？此时此刻，我感觉有一种很遥远的感觉。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啊，那个经历，那个生活，那个世界，我感觉渐渐的离我远去了。然后现在生活在另一个国家，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非常的不一样。我觉得人生都发生了改变，整个角度、视野，我觉得都发生了改变。但是回过头回来以后，看一下儿时生活的地方，还是有很多所谓的 emotion 会出来，然后那种小时候的那些艰苦啊，有一些快乐呀，也都会浮现在脑海里面，然后那种情绪也都会在心里面呈现出来。我觉得还是会让人很触景生情吧。我们就转了一圈，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现在的房子，我们的第6个家。所以我们做了一次叫什么仿古，追寻儿时的记忆，看了一下我们家在这个屯子里面的6个家。你那是手势是5，6个家。所以从这里出发，又回到了这里。OK， 历史的轮回呀。是啊，轮回呀。